这是哪儿？不是作死了吗？ 全球所有的手机、电脑、平板、街头的广告屏幕，都在同一时间被强制安装了一个无法删除、无法关闭的而是路由器，遭随机分配的调整屏幕，在微乎似乎的复活中进行技术实现。每当有玩家通关失败，其所在国家的随机拉人直播求生，失败则现实地狱被污染，全中。 开局就是地狱难度，别人穿越，要么权倾天下，要么富可敌国，算不进一个健全的普通人，直接穿成了随时可能嗝屁的预备役炮灰。系统爸爸在吗？金手指老爷爷，随便来个啥呀？屁都没有，真就裸考进副本啊！既然活过来了。 不能轻易再死掉。只有电视上，客厅有人吗？还是出去？还是在？万一外面……我操！吓我一跳！啊，声音怎么停了？有东西？新人运气不会这么背吧？ 刚出门就撞鬼，是墙还是没人？那刚才的电视上是谁来的？这间屋子绝对不正常，必须尽快找到线索，弄清楚这个副本的规则，否则下一个消失的。 烂着，真的是9岁生日，但这氛围来了，不是幻觉。啊！又来了，这声音！别回头，电影里回头就嘎了。他在摸什么呀？虽然但是好可怜。弹幕不停，恶灵退散。不可能啊！声音肯定有来源，必须找到它。 上面完了，要凉啊！新人快躲开呀！知道躲不开，这死法太惨了吧！我没死，还是又活了。我重生了，不是一次性的，还是我陷入了循环，死亡，然后回到起点。这个新人怎么了？做梦了？一脸恐惧又不敢置信的样子。前面的，你要不要看看他现在在哪里？我明明又死。快看，他开始找线索了。怎么这一家三口跟打了马赛克一样？这画看起来好诡异啊！让我猜猜，那个上吊说不定是妈妈，妈妈上吊自杀了，而爸爸就骗这个小孩说妈妈很快就回来了。实际上，妈妈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全面惊险大佬，这个新人还挺厉害啊，这么快就搜集到了信息了。对比那些老玩家还是差远了，好吧？新人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好吧？再次，这次越雷刀山。每个新人都会尝试开门。哎，门外是虚空，傻了吧 NPC 到底在哪儿啊？
我操，隔着屏幕都觉得臭啊！这是啥肉啊？看着就不对劲。仙人心里才行啊，没吐出来。不是吧，乌鲁兰！又来了，这次直接疯了。心理崩溃了吧？正常。完了，没戏看了。是穿越过来就是为了体验各种死法吗？一遍又一遍，一人斩首。人们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还不如当初直接冲死干净。想过生日，吃屎吧你！来呀，有本事再砸死我一次啊！我是怎么滑的，然后你才就是破罐子破摔。虽然但是不能发疯，别看他发呆有意思。行嘛，这叫失去理智。妈的吧，电视怎么自己开了？第3次死亡，毫无价值的发泄，冷静虚心，必须冷静下来。单纯的死亡没有意义。看来需要钥匙，或者特定条件才能打开。敲门声，前2次死亡似乎都是电视机播放动画片的时候响起的敲门声。第1次我太平淡没留意，第2次我在厨房被割头，第3次我发作没理会。这个敲门声是关键。我是怎么滑的，然后你再试试。谁？出啥事儿了，冰冰妈？我这边都听到你家的动静了，隔三差五的。实在对不住啊，王婶儿，我这不是没忍住，又和孩子他爸吵了2老嘴。是这么吵也不是办法呀，有啥子问题，夫妻俩就好好沟通嘛。老话说得好，床头吵架床尾和，你说是不是？你龟头咋的了？佟国良他打你了？没有的事儿，就是刚刚太气了，转身没看清路，撞到墙上了。哟，这看着都疼。你家冰冰在看电视啊？这力还挺大呀。对，他作业写完了，加上今天他生日，就奖励他看会儿动画片。好了，王婶，真没多大事儿。你这是要去买菜吧？快去吧，去晚了好菜都被人家抢光了。行行行，那我就走了。你俩呀，就别再整那么大动静啊，外面听着也不好。哎，放心吧，王婶。童丁丁9岁生日，父亲童国良，母亲遭受家暴，邻居报社证实是隔三差五。母亲额头上有伤，撒谎说是撞墙。结合画册里狰狞的红脸男人和上吊的火柴人，所以长期家暴致使母亲最终上吊自杀。父亲用妈妈很快就回来欺骗孩子。第4次，这次死因不明，此时他何刻不祭祀归祖。过生日看来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是回头查看一下。第2次是厨房听到剁肉声，本身在。第3次是失去理智跑了大。第4次是推开客卧门死。第5次是吹灭生日蜡烛死亡。死亡规则之一。官方审议和生日可能缺少服装，这个生日的标准，那么是否需要花色提示了爸爸妈妈，他们是否也需要参与？我勒个大操！他妈刚进来就给老子看尸体！刚进来的不要说话，先来个人告诉我，这新人是怎么知道枕头下面有个图画本的？我看他眼都没往那瞟一下，手就已经顺手掏出来了。
不，先告诉我，他怎么好像预卜先知一样，知道这个吊扇会有异常的？他就跟专门等着吊扇发出声音似的。重点是那些吗？重点是他怎么知道这个姿势才能看到尸？可能只有这个姿势才有模棱角度。可为什么他这么熟练？上吊的是爸爸，那画册里上吊的妈妈。爸爸头上的伤口是被咒语击的，和吊扇有关。爸爸被吊在客卧的吊扇上，头部有重创。结合画册和邻居对话，难道是妈妈长期忍受夹逼，在童彬彬生日这天反抗，失手或故意杀死你？而这一切都被孩子看在眼里。爸爸妈妈还差一个什么？厨房里那个动画。好饿。妈妈吃。背景大致清晰了，一个在家暴阴影下破碎的家庭。那还有什么？最惨烈的童彬彬可能因为目睹一切。生日一个人过有什么意思？画册里画了爸爸妈妈和自己。可能是需要全家一起过生日。不管你们有什么冤屈，希望这扭曲的一切在此刻终结。副本破碎的家通关成功，玩家许熙生存确认。龙国南州市清河区部分精神污染残余已清除。欢迎回到玩家空间，在此空间，玩家状态将恢复至最佳。阶梯共999层，通关副本可攀登阶梯。登顶者可向神猎游戏许下任何愿望，副本难度与通关评价决定攀登层数。这游戏有点抠门啊！玩家们拼生拼死通关副本，爬完了990层台阶后，竟然就只能许一个愿望，少说也要3个吧！光是这一个副本，我都死了8次啊！如果有死亡回到能力，恐怕已经和那个世界一起被污染了。这能力到底是恩赐还是做到？唉。新人副本估计又是各种司法合集。我靠，2分48秒，从醒来开始算，这怎么可能啊？他好像知道所有线索和通关方式一样。这是哪个大佬开小号了吗？清晰的神天使。我眼花了。这确定不是 bug 或者剪辑？他怎么知道妈妈在煮我？怎么知道要端那锅东西啊？他这跟回家一样熟练。大佬，绝对是大佬，稳住了！离我，这人要么就是天选之子，要么就是有内幕消息啊！许昕，从今天开始，你的每场直播我都要第一时间看，你绝对是条大鱼。系统，开启下一个副本。大家好啊，我叫谭星运，这是我的第2个副本。看样子我们这次是多人合作模式。我叫李康，也是第2个副本。徐秀曼，第2个副本。许昕，第2个副本。按照惯例，我们先检查一下自己身上，看有没有身份线索或者初始物品。说起来，上个副本我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检测一遍身上有没有什么线索。果然以后还要多学习。那一眼别有深意啊！节奏被别人抢先主导了，对不起义务。
前面大家都在沉默，这个大叔也是看其他人不说话才站起来领导。很明显，这人故意在装，他不想当领头的。就只有点钱，这有什么用？那里有辆车。这条路只有前方没有被浓雾完全覆盖，我们应该是要开车，沿着这条路走吧。我来开车吧。我现实中是出租车司机，对路况还算熟悉。来了，前排膜拜大佬。这次是公路求生题材，感觉比上个本还阴间。哼，这队友看起来比上一个本正常一点。哎呀，雪神看起来还是那么淡定。要停下来看看吗？这种地方出现一家店，太反常了。很可能有线索。我们现在对目的地和任务一无所知。看着就好吓人啊！停吧。欢迎光临，几位客人是要买些纸钱香烛吗？老人家，我们路过这里，请问这条路是通往哪里的呀？这条路啊，是道吉公路，看几位的方向是要去前头的殡葬馆的，再往前开一段就是了。殡葬馆？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殡葬馆？这道吉公路啊，到头就只有那一家殡葬馆还在运营，而且是半夜才开门。几位这大半夜的过来，总不至于是专门来照顾老头子我这小破店的吧？不过呀，几位客人看样子是第一次来这道吉公路吧？这公路有什么说法？在我们这儿，这道吉公路还有一个名字，叫送魂路。传闻呢，走上这条路的人很多就再也没回来，偶尔有几个侥幸回来的，也都变得疯疯癫癫，嘴里念叨着什么黑影啊、鬼打墙啊。前些年还有个不信邪的年轻人，搞什么探险直播，带着设备就进去了，结果刚进公路没多久，所有设备就失灵了。人嘛，当然了，都是一些老掉牙的传闻，当不得真的。这路年久失修，不太好走，出过不少车祸，可能就这么以讹传讹了。几位客人要是心里不踏实，可以在我这儿买点纸钱放在车上，要是路上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撒一把纸钱，说不定就能买个平安。你们觉得呢？可以买一点备用，但不能多买，万一这纸钱本身有问题呢？许西，你觉得呢？买有用。那我们一人买20张吧。唉，这条路长着呢，20张怕是不够啊。老头子就在这里祝各位客人一路顺风了。他最后那句话怎么听着怪怪的？别自己吓自己。线索拿到了，我们继续出发。钱肯定有用，但估计不是啥正经人。许身言简意赅，说买就买，肯定看出了什么。这个副本感觉更偏向东方民俗恐怖。气氛烘托到位了，我开始慌了。这次开局似乎气死，跟这种位置压抑，快点！原来只有我一个人信。许西刚才看窗外的表情不对劲，发现路有问题了。哇哦，大力警觉性。其他人好像还没意识到危险。前面好像就是道奇公路的正式入口。可能是。做好准备了，进去。
好多粉，还有人！你在看着我们？加速冲过去！是继续你们看，那些坟前都有着许多散落的纸钱，我们不是从那个丧葬店里买了一些，是不是应该在这里？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先把身上的纸钱撒出去试一试。有用！快，大家一起撒！止停！纸钱确实可以延缓他们的速度。这些纸钱根本不够啊！哎呀，亏我还以为这个叫许熙的新人有多厉害，看来第一个副本真的是凭了运气。哎，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坐稳了，我试试看能不能冲出去。我们要买那个老头的纸钱吗？怎么回事？这个竟然没有像上次那样死亡后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啊，买！徐小哥，你是发现什么了吗？许熙好像完全没有慌乱。我也觉得可以买一点，但不需要买多吧？毕竟我们无法保证这些纸钱的真实用途。万一那个老头是故意骗我们消费的呢？许熙说买。那就买。哦呦，开场2分48秒，透明人终于讲话了。哎，我很好奇啊，每次打那么长的称呼不累吗？说实话，确实有点，后面不打了。哎，所以他到底发现了什么？看他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不知道啊，一脸懵逼进来，一脸懵逼观看。这些纸钱越多越好，后面会用到的，很重要。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线索？但是受限于规则，不太好告诉我们。他似乎过于镇定了，这么说不太对。我和许秀曼也很镇定，可这个青年和他们也都不一样。对方与其说是镇定，倒不如说是淡定，就像是笃定这个副本不能拿他怎么样。哎，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感觉这几个人之间的气氛怪怪的呀？估计是这3个人对许熙发现了线索，却不告诉他们，感到不爽了吧？我觉得不像，比起不爽，更像是古怪和探究。所以真的是许熙发现的线索不能说吗？不是你还真信啊？很明显这些人知道了什么，但懒得和他们解释。我觉得啤酒肚大叔也是看出来了这点，所以才给了双方一个台阶。楼上分析的挺到位啊。而且你们注意到，哪怕是较为冷静的大叔和牛仔寻小姐，在遇到一些事儿，从丧葬店老板出来的那一刻，他们眼里都是藏着害怕的，甚至下意识会做出防御的姿势。可是许熙仍旧站在原地，除了脸上的表情正着脸，看不出丝毫害怕的迹象。我操，碰上会分析细节的大佬啊！这么看，他第一个副本肯定不是靠了运气。前边老是有人一言不说话，我倒觉得他是故意低调，实际上不动声色面。我们看，关键时刻他不就强势主导话语权了？说了这么多，所以许熙到底看出了什么呀？有没有人解释一下？所以人家能够速通单人副本，你不行啊，这就是实力啊！公路长着呢，你们买了不是？看来这老头的话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后本质。或许这这次他说不会后悔，是不是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哎，老板，那些供奉的香，你也给我们包一包。可以，当然可以。这位客官想得很周到，有些不好打发的东西，确实需要更贵一点。如果不是许熙心思缜密，
临时起意提出再买一把香，后面真当我们遇到了，后果不堪设想啊！这老头演都不演了。一个开在荒郊野岭的丧葬店，你觉得能有多正常啊？所以这老头前面说的那些传闻，其实都是真的吗？他还说不知道真假。人家就是个卖道具的 NPC， 能给你提供点线索和道具就不错了，还指望人家告诉你副本有多凶险？之前只是老头的常规提示，而许西相当于挖掘出了一条更深的隐藏提示。啊，这到底怎么看出来的？真希望他把脑子分我一半。说不定许西心情好。哎，不对，大家都齐头不听我了。我说什么了吗？也没说什么特别的话，我就是按照上次死亡的教训买了点续品。哥，你是这个？我不就要了把香吗？至于？徐小哥，你是怎么看出来那香与特殊作用？我们都没想到这一点。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我也不知道买把香还能顺带着附送一条有些不好打发的东西，需要更贵的香，这么劲爆的提示。我只是觉得来都来了，多买点不同类型的有备无患。就这么看出来。笑死了！啤酒肚大叔自己失败过一次，知道第二次自己很有可能还是问不出来，干脆和牛仔裙小姐姐去问了。结果谁知道牛仔裙小姐姐也以失败告终。哎，你们瞧见许西瞥徐秀曼那一眼没？特别惊异，仿佛在说这有什么看不出的？这么简单还问？果然许西就是懒得解释吧，大佬的通病。对他来说很简单，对我们来说是真的看不懂啊！跪求楼里大佬们分析一下吧。什么也没看出来，我只是单纯模仿一下大佬的语气。老头子就在这里，祝各位客人一路顺遂。4个年头，我是交给你，规矩不变。前面那就是道之公路了。跟要上战场似的，这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他是不是又发现什么了？也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了。直觉吗？还是他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跟着紧张起来了，感觉有这种高能片段了。是，做好准备，要驶入了。不该吹到尾一点啊！随着我晕车，深藏在这此刻，在这时。买的纸钱，快，咱们一点点撒出去，别停！原来纸钱的作用在这里啊，买路钱。我操，许西这反应速度绝了呀！其他人还没从恐惧中缓过来，他就出手了。幸好他们听了许西的话，买了不少纸钱，不然这条路这么长，一旦纸钱不用，他就会被这些鬼影包围。许昕是不是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才那么斩钉截铁的让队友大量买那些纸钱啊？问题来了，许昕到底怎么知道的？难不成他会预知未来？比起预知未来，我更倾向于他是发现了未发现的蛛丝马迹。是啊，预知未来也太扯了吧，应该是推理出来的。
其实不是我的锅，主要还是堂哥车开的稳，大家配合得好。徐小哥，你也太谦虚了。要不是你果断决定大量购买纸钱，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用处，我们还不一定能这么轻易脱身呢。他们一定速度很快。我们再反应过来3秒。不开自信。就是，哥你太谦虚了。要不是你，我们刚才可能就栽在那儿了。你简直就是我福星。没想到许熙实力强还这么谦虚，爱了爱了。我觉得他其实只是想维持低调的人设吧，不想太出风头。哎，我也这么认为。你们关注一下细节就会发现，许熙很明显是想故意当透明人，可惜实力不允许，现在暴露了。可为什么要装透明啊？可能这就是大佬的恶趣味。哎呀，谁知道？看他不爱搭理队友的样子，也可能是单纯不喜欢领导队伍，习惯独狼。前面那些嘲讽2分48秒才开口的弹幕，这下都不脸肿了吧？一个个就爱乱蹦的。切，副本里啊，局势瞬息万变，谁知道他能活多久？你们期待越高，落差只会越大。楼上的，希望你被游戏选中的时候也能这么做。这路是真够曲折，开太快，拐弯太多，我都怕一个不小心给你们带沟里去。还好大叔你主动选择了来看，我就不行了。多少次3次，我当时就在你那个驾驶着，不过也不经常看，对这种复杂的笑死了！这边3人聊得其乐融融，那边许熙一人闭目养神。好一个泾渭分明的局面！不是我孤立你们，是晕车孤立了我。大佬就不是大佬，晕车都晕得如此与众不同。竟然下雨！这下怎么了？雨上，现在行。你们看，前面那是。突然出现一个老人拦路，一看就不正常。那我就不停车了，直接照顾他好了。这开头是不是疯了？能伸手去拦车，不怕被撞死？人家明显是诡异，还用分辨吗？还怕你撞他？要真撞上了，他玩不玩不知道，反正这4人铁定完蛋。这老太婆一看就是故意逼停车辆，咱家死不掉的，哪怕不用伸拦，也会用别的方法迫使他们停车。部分弹幕看得比较透彻。荒郊野岭的公路上，突兀的出现一个拦路的老太太，还是在复古游戏。要是个正常人，那才是见鬼了。求求你们了，搭载我一程吧！我得回家，可突然就下了大雨。我没带伞，求你们就发善心，搭我一程吧。不远的，真的不远。好漏洞百出的借口啊！我就请问了，这方圆10里像是有人烟的样子吗？就是，而且丧葬店的那个老头也说了，这唯一停下就是一家殡葬店，家说的不听到我吗？说不定哦，可能他家就住在殡仪馆的焚化炉里呢。车头被他扒得紧紧的，我开不了。他只是拦住我们的车，没有强迫我们下车，也没有直接对我们动手。要么是这辆车有某种保护我们的队伍，他进不来；要么就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触发他的死亡规则，他无法直接对我们动手。求你们就搭我一程吧，我会给你们报酬的。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位阿婆，我们赶着路呢，不方便载你，要不您再等等下一辆吧。不愿意让你搭车，如此。完了！这次老太婆要变身了！哎呀，气氛突然很，我不敢看了。徐大佬，你快说句话，想想办。这徐哥还得看。徐哥，行啊。是愿意搭老婆一程的吗？这位阿婆，我们确实有万分要紧的事在身，实在不方便载人。您看这样如何？
您不如拿着这笔钱，在这稍等片刻，等待下一辆有的车。老婆子，我怎么好意思要你们的钱呢？不过小伙子，你既然这么有诚意的给了，我们收下。不过，钱车那是后面。实在抱歉啊，我们因着他有错，身上带的钱确实没有，如今只剩下这些箱子，您看。嘿嘿，够了够了，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大好人。光，下一辆车吧，我不耽误你们了。许哥，你真是太厉害了，这么轻易就把那个蓝条老头给打了。我以为下一秒要变身把连人带车都给全了，还是小哥你的脑子转得快，灵活。你们就没想到，这拦路的老太婆也可以用纸钱和香这些东西打发走。或者紧张，不行的怎么硬闯或者拒绝？现在想，那个丧葬店老头说的有些不好打发的东西，确实需要更贵一点钱。原来是在这里用的。那个老太显然就是属于不好打发的行列。要不是徐小哥坚持要求买这箱子的钱，我也轻易放不走。我们说不得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行。看来那个丧葬店的老头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我们都太轻视他的那些话了，我们忽略了局势本身。说的没错，我们过于警惕那个老头和他的辩护，因此潜意识对他的那些话就抱有疑虑，不敢完全信服。没有在第一时间联想到运用他的提示去应对那个老太太。如果不是徐小哥在，说不定我们得再付出一定的，甚至可能是惨痛的代价后，才会猛然想起那些提示。很可能这一切不过，布置这是我的私人群组，我是主身的名字。原来我误打误撞被死无遗憾。杀人有什么？也有一次上人直接回到最初的情况。根据第3次通过的训练，第一次你是刚进入道具工作中，第2次哦，所以其实我的能力更准确的形容的话，是类似存档读档。存档也是分机，机制决定。这个限制的能力大，只有2个字，实在不能确切的讲。不过还是那句话，人不死，我不死。还是挺这个绝对就是那个诡异老太带来的吧？哎，雨是停了，但也不知道后面还会遇见什么。天来将挡，水来土掩吧。哪怕对内有一位大老玩家的存在，我们也不会因此就将自身安全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不会每个副本都有大佬，也不会每个副本都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我们最终能依靠的，始终是自己。求求了，希望快点到那个什么殡葬馆吧。我真的很想吐啊3名队友都在担忧接下来的路程，表情凝重，只有许曦看上去漫不经心，甚至还有点不耐烦，丝毫不担心的样子。这人真的是越看越不简单啊！你真不知道前面那些说人家名不副实的人都在叫嚣什么？
见不得别人比他们牛逼呗。总有人喜欢高高在上，对别人指指点点。牛逼的玩家多了去了，缺他一个。哟，这就急了。牛逼的玩家是多，但牛逼到2分48秒速通一个单人副本的玩家，我倒是第一次见。既然你不服，不如你找出一个更牛逼的让我看看。我不和你们争辩，你们就等着吧。那么多老玩家都不敢称自己100%有把握过一个副本，这么一个新人你们就吹上天，等他栽下来，我再来看你们这些话打不打脸。死嘴还真灵，又怎么了？不厌熟的套路，咱们不是已经经历过一次，还来啊？这又是个来鹅，谁得了这个？笑死了！李康这词用的，讹过路费，好形象。别说，那个老太可不就是收过路费的吗？这还不简单，继续拿纸钱和香打发掉呗。他们身上不还有吗？我觉得同一个套路不可能真的来2遍，这红裙女估计不像那个老太那么好打发了。有许熙在，问题不大，盲目信任。理智点儿，不要把人家过于神化了，毕竟还是一个新人，副本经验肯定不如老玩家丰富。副本应该不会很新的，让一个完全相同的套路重复2遍，我们有过一次成功经历，这次好轻易就能借着同样的操作躲避危险，这不符合神类游戏的风格。在我被选中前，有关逃过不少直播间，各种副本的风格虽说不同，但至少没有哪个副本会出现完全重复、可以照搬解决方法的关卡。是一点。怎么说，绕过去还是停？你们怎么看？我觉得我们不停也不行。你们看那片树林里面，那个老太带来一阵大雨，这个红裙女带来一片树林。啊，这些诡异还自带背景特效处理的。不得不听了，做好准备，提高警惕，谨记行事。真不好意思，我也不想拦你们车的，只是我赶着去前面吃喜宴，结果打车的司机开到附近，说什么也不肯往前走了，就把我丢在了这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等了好久。你们能不能行行好，载我一程？拜托了，我真的认识林子里的路，我愿意为你们指路。你们看，现在起了这么大的雾，但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指引，我保证绝对不会迷路的。这姑娘，你稍等啊，我们商量一下。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林子里的迷雾确实是个大问题，能见度太差了。我们就这么贸然开进去，9成9会迷失在里面。况且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片突然出现的林子里会不会隐藏着比迷雾更危险的东西。没错，但正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那个老太拦路的套路，按常理推断，副本没道理紧接着又安排一个完全相同的拦路剧情啊。所以我更倾向于这个女人或许真的能为我们指路，穿过这片迷雾林。危险可能并非来源于拦路这个行为本身，而是来源于其他方面，比如他指的路是否正确，或者他本身。说不定这就是副本故意设下的心理陷阱呢，让我们吃了那个老太婆的亏后，再遇到类似情况就会下意识抗拒，结果偏偏就错过了唯一正确的生路提示。哟，这小伙子小脑瓜子也聪明起来了吗？哎，别说，听上去是很有道理，像是副本会玩的轨迹。说到底就是赌了。这个副本啊，我目前看来没什么复杂的解谜，似乎更看重玩家们的判断。我的建议是，可以让他上车，但我们还需要再试探一下，不能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徐小哥，不知你怎么看？我没意见。先不说未知的树林里还不知道隐藏着什么危险，就出门容易松散。突然出现一个自称能带路的红衣女子，实际太巧合了。更何况看啤酒肚大叔和牛仔裙女子他们2人，明显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计划和默契。就按照他们的计划来，最坏的结果，大不了
也就是死了再来一次。抱歉啊，这位姑娘，我和几位同伴确实有急事赶路，实在不方便搭载你。这些钱你拿着，在这儿等等下一辆车吧，实在对不住了。不用了，不用了，本来就是我在麻烦你们，怎么还好意思要你们的钱呢？算了，你们走吧，我再等等看后面还有没有车愿意载我。请稍等一下，韩大哥，这里那么偏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下一辆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呢。况且人家还能给咱们指路，帮我们穿过这片雾林。要不我们还是就载他一程吧，也算是互相帮助了。对啊，谭叔，再说这荒郊野岭的，人家一个女孩子独自待在这里，也容易遇到危险或坏人。咱们虽然急着赶路，但大不了后面开快点儿，把时间赶回来呗。哎，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那姑娘你上车吧，后排挤一挤。谢谢，真的太感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好人。好家伙，这演技，这默契，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仨是排练过多少次的搭档呢。这谁旁边坐着一个身份不明，大概率是诡异的红裙女人，谁都慌啊！还是靠近许哥有安全感。和一个已知的诡异同坐一辆车，太刺激了，我手心都在冒汗。不得不说，这些玩家的胆子是真的大，要我早就下班了。目前看来没事儿，这诡异上车后还挺安分的，难道路的选择真的对了？姑娘，你说要去吃喜宴，具体是到哪个位置啊？进了这片林子后，先一直往前走，大概600多米后能看到一个分岔路，然后往右边那条路再开个2公里左右，就能看到村子了。我就是要去那儿。唉，说来真是气人，还打车说好送到地方，结果司机开到林子外面，就死活不肯往里。我加钱他都不干。要不是怕弄脏了我这身特地为当伴娘买的新裙子，我早就自己走进去了。早知道就先穿平常衣服出门，把这裙子好好装起来。第一次当伴娘太激动，出门急就给忘了。你以为路上应该顺利的？这女性我可不信，毕竟贪婪争宠的后台，好感太强。难道她真的只是一个特殊的人类 NPC？ 怎么了？有什么情况？大叔，你开偏了，方向不对。大叔，你刚才往左偏了大概1米，现在需要往右边稍微找一点。对，就这样。被干扰了，必须没有拉扯。他会在这片林子里开得灯红油尽，也永远找不到出路。我靠，这邻居会骗人，眼睛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以为走的是直线，其实周围的参照物全都在欺骗你们。这要是没有红裙女随时纠正方向，玩家们100%会迷失在这鬼林子里。本来让他上车是在这，这简直就是一个活着的 GPS。好了，就这样一直往前开吧。岔路口马上就到了。让他上车，确实是当前情况一阵阵势。这片迷雾林这是最危险的。不知道到了，看见了吗？前面就要出林子了，村子就在前面。总算出来了。我靠，看得我憋了一口气呢。看来这片林子的主要危险就是让人迷失方向，有个正确的指引就能通过。别高兴太早，村子到了，谁知道里面等着他们的是什么？喜宴伴娘，我总觉得这红裙女的目的地不太对劲。哎，姑娘，村子就在前面了，我们实在急着赶路，就不送你到村口了。接下来这段路你自己走，可以吧？当然可以，本来就是我麻烦你们了，真的太感谢了。这一路上辛苦你们了，这点钱就当是我的路费吧。身上没带太多现金，只有这些，
还望你们别嫌弃我。不行，这钱我们不能要。我操，我这是在干嘛？跟一个诡异客气什么呀？还推脱路费，我脑子被门夹了吗？收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能白坐你们的车。要不是看你们确实着急赶路，我真想邀请你们一起去村里吃喜宴呢。哥，你看这……姑娘，请等一下。虽然我们没时间留下来吃喜宴，但能遇到这番喜事也是有缘。这点心意就当是随个份子钱，祝福新人，也沾沾你们的喜气啊！那真是太感谢你们的祝福了。你们在这等一会儿，我回去给你们拿些喜糖来，正好大家都沾沾喜气。和前面那个贪婪的老太不一样，这个女子明显更友好，也能进行正常的沟通。我觉得她身上可能还隐藏着一些我们可以交互的特殊机制。可他这一路上除了抱怨司机和聊喜宴琐事，透露的有用信息其实很有限。是的，不过你们还记得那个丧葬店的老头吗？他怎么了？我们最初都以为那老头只是个提供基础线索和道具的 NPC，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我们大多是被动接受他给出的信息，只有徐小哥主动试探，撬出了更深的关于香的隐藏提示啊！又来了，但真的只是巧合呀。现实里参加喜宴随份子钱是常态，所以我就模仿这个行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看能否触发更多的交互或回报。对，用意就这么简单。既然他表现得像个人，我们就用对人的方法试试。事实证明，这个看似简单的做法是有效的。我去，这都能联想到，现实经验又在副本里。这啤酒肚大叔挺厉害呀，胆大心细，又有勇有谋的，感觉是能在游戏里边长久活下来的类型。哎呦，所以为啥许熙没想到呢？所以为啥一定要许熙想到呢？这是多人副本，又不是单人副本，难不成其余玩家都不要思考了是吧？真是搞笑。楼上，别理那傻逼。不一定是想不到，也有可能是人家没兴趣，多此一举啊。喜糖什么的，听上去很像一次性消耗类道具。人家许熙都有能力速通副本了，还在乎这仨瓜俩枣？三瓜俩枣，好陌生的词。不少玩家混了几个副本下来都捞不到一个道具，在你嘴里就变成仨瓜俩枣了。哎呀，都别吵了，同学你回来了。哎，这些喜糖你们拿着，沾沾喜气。谢谢啊，太客气了。应该的，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路上小心，祝你们一路顺风。大家一人2颗，平分了吧。大叔，这是你得来的，我们怎么能拿呢？大家都是队友，能走到这里，靠的是所有人的合作和共同承担风险。我刚才尝试随份子钱，结果是好是坏谁也不知道。大家其实都陪我一起承担了可能的坏结果。既然有了收获，分享不是应该的吗？而且对方特意给了8颗喜糖，说不定就是为了让我们4人正好平分。谢谢，谢谢大叔。谢谢。我去，这啤酒肚大叔也太大方了吧！要真是道具，那就是8个，说分就分。换一个自私点的玩家，绝对全部占为己有，哪会这么傻乎乎的分享给队友啊？这大叔可不傻，恰恰相反，他聪明的很，也不贪心，用一点道具稳固团队关系，这波不可。真没想到，都进了生死副本了，还要考虑队友情谊和人情世故。这样的队友，请给我来一打！西西后面是后面是真情认可了。你们快看！会不会这玩意儿也是道具啊？数量也是8张，不如也平分。这算什么？反正主打一个公平。也难得见到这么和谐的玩家队伍，小心思肯定大家都有，只是这几个人都比较通透而已。加上大家都是第2次参加副本，没那么牛。所以我挺爱看新人直播间。老玩家们太过油条利己，大多时候真比不得新人吃人。人心险恶呀，哥们儿！赤诚的下场就是找死，副本里利己才能活下去。我看这几个玩家都挺聪明的，谈不上赤诚，更多的是权衡利弊下的合作吧。如果有个危机需要献祭队友，看他们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和谐。前面那是隧道，就不能让我们喘口气吗？大叔，这个隧道能绕过去吗？没路啊！确切的说，周围都是那种怕有另外的路，我们也突破不了那些路。怎么了？你察觉到什么了吗？我从小直觉就很准，每次预感的事不说4次都灵，但大多时候还是直觉告诉我，那条隧道非常危险。这么玄乎啊！
是不是精神太疲倦，产生了错觉？别不信，有些人啊，真的是天生第六感就很强烈，关键时刻直觉能救命的。对，我邻居就是，有次出门过马路，他就老觉得不对劲，停了2辆，几辆车擦着他飞过去，撞飞了好些人。是不是那个广场那边？那个新闻我刷到过，听说1死2伤呢。对，就是那里。我操，看不出来这小子还有这本事呢。没想到是因为直觉，可确实绕不过去。隧道而已，前面那么多危机，咱们不对。建议这隧道有什么厉害之处？要问要问害怕，那倒不怎么害怕。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就算死，只要死，就是不知道隧道。天哪，给我整紧张了。有许熙在，应该不会有事吧？不好说，哪怕这个新人确实牛逼，但真的不能保证他能次次都看穿副本陷阱吗？相信他们，或者说相信2分48秒的黄金链。是不是这小伙子感觉错了呀？没啥呀，很平静啊。也有可能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我靠，快看，来东西了！怎么可能？你们快远离那个家伙，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李康。他胡说，我才是真的。我一直和你们在一起，怎么可能会是假的？你们不要相信他。先不要急，你说不相信？是啊，而且对面那个人出现的时机也太可能。好家伙，真假李康啊！原来李康的预感应到了这里，我还以为隧道本身有怪物。我还是相信车上的这个李康，那个假李康表演的好浮夸。你说我们身边的李康是假的，你有什么证据？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总之他真的是假的，你们相信我，跟我坐我的这辆车出去，只有我的这辆车才能驶出这条隧道。我能证明我是真的，你们随便问我问题。对于副本里面我们经历过的事，我肯定都能回答上来。那你的生日是多少？6月11号，是6月11号。你爸叫什么名字？哎，你爸叫什么？李德平，我爸叫李德平。你爸叫什么？我爸叫李德平。这个情理应该知道副本内部，他们了解李康副本外的事情。我要关注这位啤酒肚大叔，人是真的聪明啊！哎呦，许熙，我的老儿，你也秀一秀啊！哎呀，人家说不定是专门为你而来的。遇到红裙女后，他就又低调回去了。看样子不到关键时刻，他根本不会出手的。真的不是没那个能力秀吗？不会吧，不会吧？这副本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有人觉得许熙菜呢？哎呀，别吵了，专心看直播吧。是不是名副其实？多看他几个副本就知道了。而且你们注意到没？那个人只是站在原地，一直朝着我们喊，根本不靠近我们，似乎有所顾忌。他的企图很明显，是想让我们坐上他那辆车，并且扔下我们现在这个李康。那我们直接走吧，这车还能开吗？啊，可以，只是撞歪了一点，不影响行驶。不相信我，你们会死的！不相信我，你们会死的！我爸叫李德平。在第一次这时，选择相信别人的话，继续爱自己。结果在即将冲出隧道时，整辆车毫无征兆的爆炸。第二次，我们相信那个假李康抢他的药，可就在即将驶入隧道的那一刻，有人带着又回来了。所以两辆车都不能走出去，后面的路还那么远，也不至于让我徒步吧？这不合常理。两辆车中肯定有一辆是可以乘坐的，只是我们缺乏了某种条件。我们走，别理。徐小哥，你怎么？你是不是相信我说的话了？快过来！我们坐的这辆车有问题，解释也编不成合理的。反正后面2次回到也没人真的追着他要解释。
我只需要给出结论。什么情况？不是都打算走了吗？这有问题啊？怎么看出来的？哪里有问题啊？难道那个贾里康其实是真的？他说的话也是真的？不会吧？贾里康连他爸叫啥都回答不上来，怎么可能是真的呀？可是许西说车有问题，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他不会无的放矢。车有问题，又不代表人有问题，逻辑要清楚啊。人是假的，但他说的话未必全是假的。你的意思是，关键点在于车，只有那个人开过来的那辆车才可以驶出这条隧道。只有我的这辆车才能驶出隧道，但是我的车只能载你们3个人，这个假货不能上来，你才是假货，你们别相信他。不对，你们不要抛下我，我才是真的。你说这辆车是你的，那怎么样才能让它不是你的？我们买下来，怎么样？这是什么发展啊？我没明白，许西怎么会想到要买车？这新人的操作没有一次是我能提前看懂的。等等，买用啥买？纸钱？遇到某一老太太时，是用纸钱香港；遇到好群众，是用纸钱当份子钱换了个喜康。钱一直在以货币或交易物的形式发放。这次面对强调车辆所有权的交易，交易贾里康每句话都不忘强调车，这或许就是我们隐藏的底层，提示车辆的所有权是关键。可以。不是，这也行？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的？我咋看不懂这波操作呢？为什么要买车呀？问题是还真他娘能买。哦，我好像懂了点儿。规则是规则吗？不够，不够，不够。太贪得无厌了吧，这假货！好像也正常啊，毕竟现实里买一辆车也贵。靠，倒也不必这么真实。都不够，难道要挤压胳膊大腿什么的？我看别的副本都这个套路吧。他们当时应该再多买点纸钱的。我们这辆车也抵押给你。够了。这辆车现在是你们的了，你们开走吧。才对，所以第2次回到我们变成这样，或许是因为提法规矩，而第1次冒险则是因为是开始够了，不合规则的交易行为。我能说什么呢？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叫沉默寡言吗？那明明叫高手风范。其实我觉得许西算不上是沉默寡言。这还算不上，这个副本到目前为止，他说过的话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吧？不，我的意思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就像你和同伴解数学题，你一眼看出答案，而同伴还在疯狂计算。操，代入了，我就是那个吭哧计算的。懂了，在露西眼里，这个副本简单的根本没有解释的必要呗。所以，原来那辆车没有标识和车牌，不过是个巨大的疑点。我忽略之间，贾里康反复强调，车应该也是规则基本提示。多亏了徐小哥，还是徐小哥厉害。至少没有任何之前的消息，接下来的日我的存在感这么低了吗？难道低调变态？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和大家组队。副本无尽公路通关，玩家许西、韩星运、徐秀、麦里康生存确认。龙国境内对应污染区域暗影密林已清除。欢迎回到玩家空间，副本无尽公路通关成功，评价 A， 攀登层数7层，当前累计攀登层数10层。A 加评价，层数积累还是太慢了，像神猎血类遥不可及，必须更高效的通关。开启下一个副本。江姐，观察者7号目标许西，第2次副本道极公路再次以高评价通关。这是详细行为分析报告。2个副本，从单人极限速通到多人复杂规则破解，
表现远超正常行为曲线。他的观察力、决策力，尤其是那种仿佛能看透规则本质的直觉，很不寻常啊。我们对比了所有已知玩家数据，未发现类似模式。他似乎总能避开最危险的试探，直接找到生路。专家组推测，他可能具备某种极高等级的规则感知类天赋。提升许西的观察等级至烛龙，调动资源，分析他下一个副本的全部数据。我们需要知道他的极限在哪里，以及他能否成为我们对抗都闪的关键。许西，希望你真是那道破开迷雾的光。新本开了，这次是哪里？看背景，好像是所废弃学校。我操，校园怪谈类，我的童年阴影。许神加油，这次拿个 S 评分。学校规则类的高分。看来如果不在这里，是需要找其他方式进去。这进去，直接进，不观察一下吗？你懂啥？这叫效率。这学校阴森森的，比人还吓人。雪神脸上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快点下班的样子。哈哈。不去的话，可能会触发祭祀规则。阶梯教室也是陷阱。这就直接去了，不愧是许神。要是我，肯定躲起来，等别人先去他们。你们发现没？许西好像特别擅长在陌生环境里快速找到方向。这就是道理，学不来的。人类的教室，规则之一出现，还是副本里没归家的学生。红色水桶、积水和刚才的走道相同，这些规则和本国之间矛盾，哪个优先级更高？我去，这不知是什么鬼东西啊！许神反应好快，直接隐匿了。他还顺手捡了条规则，眼疾手快啊！不是，这规则和广播冲突啊，听谁的呀？废话，当然是听广播的了。不去自习，可能立刻就得死啊！救救我！他救我！真想守住第3条，好像水桶知道，水弄得到处都是，麻烦了。是脚步声那个东西。多坏那个石头的家伙，阿鬼也来了。你下好像早就注意到，是不是猜到了？这观察力绝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躲起来。规则主要是留下
门外的东西是即刻威胁，而威胁的影子是水和红色水。解决了？喂，我都没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把水桶扔了，那东西就走了。他怎么知道我出现？是那个知人生手子，他刚才在杂物间看了。操！现学现用，这反应速度和执行力。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看吧，我就说许哥肯定在。他好像又变强了，或者说，我们从未看清过他。他的行动模式完全无法预测，却又总能切中要害。晚自习纪律要求：保持安静，独立完成桌布内的试卷，1小时后收卷，不及格者将接受补习。果然没那么简单。自习本身就是陷阱，这些题目需要启动，精彩。完了，这题谁会啊？这不逼人去死吗？许神又动了，他去讲台干嘛？那本旧书难道有答案？不可能吧？校史纪要怎么会记录这种怪谈？就地乐区刚起微侦测，其内部激化老旧，常在自身微波入电。图书馆设计地下书库为12个，因最终彻底不可重复。光和他找到答案了？怎么可能？那本是校史，不是怪谈大全。晚自习结束，现在收卷。成绩优异，下一项集体宿舍救援节目。满分，这就满分了。他是怎么从校史里看出答案的？这理解能力逆天了吧？别人在生死边缘挣扎，他在那闭目养神。降维打击，这完全是智商碾压。我宣布，许昕就是我新的神。指挥部呢？军方呢？看到没？这才是我们要找的人。广播技术没有没什么
这边似乎有异出现机。我们9个人，只有8个铺位。那张床是不是已经有人了？规则只要求我们在床铺上，没规定一张床不能睡2个人，或者必须睡在床上。在床铺上可不是一场，是可能就是规则死题了。女神这心理素质绝了，他好像完全不怕那个室友。跟着大佬走，我也选个远点的铺位。这规则，查房会不会有危险？差一点我都要叫出声了！我的天，吓死我了！查房的到底是什么？幸好没回应敲门。许熙是真的稳啊，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排队，出示学生证方可离楼。规则只要求离开宿舍，没规定必须从大门进，或者10分钟必须离开。学生证，这去哪搞？许神这是又有办法了。他去洗漱间干嘛？帮忙弄开他！存在这种地的正当生活里，也许在这个地理方式。全体同学请前往食堂用早餐，7点30分前未到达者按旷课处理。又是强制任务啊！这学校想把人逼死啊！徐小哥，你觉得食堂？去，先去看看能不能吃。早餐后的行程明确了，
但旷课处理和后果自负，看来必须准时。我去，这洞察力，他怎么知道那里有洞？观察环境细节呀，这不大佬的基操吗？还有课程表，这信息太关键了。副本不用愁。什么事儿啊？怎么搞的？又出次品？可以走了。细节救命啊！取神太细了，这都能发现。规则利用大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这篇感人至深的悼亡文，请大家有感情的朗读。这里可谓是陷阱。这课文有毒啊！凭什么？防不胜防啊！巨神药体健康，怎么做到的？这些大佬动作准备课。今天的体育课内容是1000米测试，不及格者留下来加练。计时开始。没关系。任何人能曲线危险，天赋有约，只要及时一破坏教学设施，违规！用红球，协力跑道。哥，怎么？这脑洞，我服了！利用规则漏洞，红色是教师专用，所以能感染跑道。体育老师都懵了。据西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将军看到了吗？这不仅仅是观察力，这是对规则本质的理解和创造性运用。他甚至能利用副本内的物品去对抗副本本身的机制。它的价值远超我们的预期。烛龙计划必须加速，我们需要在它完成这个副本后，尝试进行第一次非正式接触。是，已经准备好了几个方案，保证不会引起他的反感，又能传达我们的善意和重视。把握好分寸，他这样的人只能结交，绝不能胁迫。同学们，今天的课题是描绘你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事物，请用心作画，我会逐一指导。
这些话可能记录学校的意义。最恐惧的是，或许不是巨象同怪，而是不与规则。你画的是什么？我内心最恐惧的是违反规则。规则复制器，美术老师，我从未见过如此不解风情的学生。皮西说：“恐惧？不，我只看规则。”牛逼呀！直接把 BOSS 整不会了。本周班会主题：自我检讨，分享你的过错，才能获得进化。我上周在图书馆大声说话，违反了纪律。我昨天没吃早餐。检讨，分析过错。什么样的过错是能被变化的？那个麻木学生说的是违反纪律，你们家说的是广播只是要求去食堂，没请吃，他们不行。老师，我先来。我检讨，我在体育课上破坏了教学设施。我检讨，我在语文课上未能投入感情朗读课文，态度不端。核心我是这样，知道听。过错一直不害。老师，我先来。我的过错是，我未能及时察觉到摄影的异常，并给予帮助。根据宿舍管理规定第4条，我们被要求无视异常，但作为同学，这或许是一种冷漠的过错。我为此检讨。检讨通过。你们呢？我未能提醒同学注意安全。我面对异常时产生了恐惧，不够坚强。突破这里，突破天际了！他把规则和人性弱点结合起来了。阴影班主任都无语了，还能这么玩？雪神刚才是不是愣神了一下？错觉吧？他好像一直在思考啊。他这次检讨的内容好奇怪啊，但居然通过了！红星运他们学得好快，默契啊！许七怎么好像知道要去找什么似的？我们检讨了过错，你可以安息了。直接就知道北影在那里啊！连对话都那么确定，这已经不是推理了，这简直就是预知啊！我只能说，大佬的境界我们不懂。这个人死了3次，不要脸，下次要更快更准。副本遗忘校园通关成功评价
S 攀登层数15层，当前累计攀登层数25层。龙国境内对应污染区域哀嚎校园已清除，检测到玩家卓越表现，解锁特殊奖励规则之眼，小幅提升对规则文字隐含信息的洞察力。S 评价，规则之眼，不错的能力提升。25层，距离顶端又近了一步。您有新的邮件，请查收。玩家许熙，你好，我们是烛龙，我们观察到了你的卓越表现，并希望你在方便时进行一场非正式的信息交流，这或许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神猎游戏，并更有效地攀登阶梯。我们无意干涉你的自由，仅为合作提供一种可能。如需联系，默念烛龙即可。祝你好运。烛龙官方组织终于出现了合作信息交流，听起来不像是坏事吧？是出于点爱自己事，不知谁要登记的信息。规则之眼，官方挂，烛龙接触了，国家队下场啊！许神，未来可期，龙国未来可期。下一个副本是什么？好期待啊！让我进去。清洁之灵，是那个白色人影的手势，还是暗示我需要清洁？未响应指令，在那个红色指示灯闪烁、白色人影出现时，必须做出他期望的回应。沉默不仅仅是声音，还包括行动这一层。
规则出现：白衣安全，蓝衣危险，必须服药。这个有点可疑。治疗目标模糊，恢复正常。我现在的生命体征不正常吗？蓝衣，自己信。那个白色人影好吓人，血神反应太快了。蓝衣护士，那笑容，我晚上要做噩梦了。许西怎么好像知道要穿防护服？必须。药有问题，白衣也不完全。还是我本身的状态不能服用这种药。规则只说了服用所有药物，没说不可以吐掉。果然，药不能吃，但必须做出服用的样子骗过护士。这身防护服会不会有监测功能？所以第一次我真正吞下，就被判定为错误。2次不同的药都不能吃。那所谓的治疗到底是什么？污染物浓度是指我体内的还是环境的？药物会影响这个浓度，但都不是正确的方向。白色升高，蓝色降低，但都会引发生命体征报警，但都需要平衡。规则3：蓝衣危险需躲避，但他现在是来送药的，怎么办？糟了！蓝衣送药不能等他的药，肯定更危险，必须吃。但可以像之前一样吐掉吗？糟了，药化掉了，吐不出来。蓝衣的药无法物理规避，必须吃下，但结果是死，拒绝也是死，死局不，规则一定有胜负。蓝衣是危险的，但规则没说不可以接受他的治疗好，在寻求安全的白衣帮助，或者需要自己配药。
与不同药物的特性相互抵消。白色的药片可能是提升某种指标，蓝色的胶囊是降低，红色的药丸是剧毒污染物。用蓝色对抗红色，那么白色的作用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测试，但至少找到了一条活路。我的天，旭熙好厉害啊！许神刚才抢药瓶那一下太帅了，蓝衣护士居然没攻击，是不是因为许熙吃了红药？他每次都能在绝境中找到一线生机，太神了。蓝色胶囊效果会衰减，污染度在自行恢复，需要更多药物，或者找到根治方法。生命体征恢复正常到底是什么？第6条治疗目标，生命体征恢复到正常是关键。但我的手环显示的生命体征一直是波动的，甚至正常时也只是无色清晰。这不是白衣防护服的声音，也不是蓝衣护士的声音。规则里没提这个东西。灰衣是维修工还是清洁者？规则3：如遇蓝衣，请立即寻找白衣或返回病房。灰衣维修工规则外的存在，白衣抗争，他们只会遵循固定程序，必须在他到来之前离开病房，找到安全的藏身处，或者找到对付他的方法。器械室，那里有工具，而且第一次死白色人影是从器械室出来的。击杀规则外的怪物，提升权限。看来被动遵守规则不是办法。医生和护士，或许能找到关于治疗的真相。我操，伏特侠！我靠，原来还能主动攻击啊！许神太勇了，直接硬刚哎！权限提升，隐藏机制被触发了。
原来如此，所谓的治愈根本不是治愈，而是强行制造一种危险的平衡，把人变成不会扩散污染的安全载体，生命体正常。这是在平衡点上的伪正常，平衡点要求低于3%。我需要同时使用蓝色胶囊和白色药片，将两个数值都压低并趋于一致。使用1.5克蓝胶囊和1片白药片，使得污染指数和活性指数都稳定在了8.7%左右。虽然远高于3%的目标，但至少两者相等。手滑第一次显示出了绿色的状态稳定字样。影像太黑暗了，根本就不是治疗。许神这科研能力点满了吧？自己当医生给自己配药，牛逼！离目标3%还很远，能成功吗？越来越刺激了。太好了，终于成功压制到了4.5%。但是越往下压制，难度越大，对比例的精准度要求越高。终于将双指数平衡在了3.5%。治疗目标达成，通往出口的路径已开启，请于10分钟内离开。成功了，真的做到了3%，完美平衡。哇塞，许神这耐心和精确度，我服了。好不错，是不是意味着它安全？10分钟倒计时，快跑啊！似乎平衡被打破后，整个医院开始变得不稳定。验证通过，生命体征平衡稳定，污染等级低，允许脱离。他们要提前暴动了。副本寂静病院通关成功，评价 S+，攀登层数20层，当前累计攀登层数45层。龙国境内对应污染区域沉默回廊已清除，检测到玩家达成完美平衡通关，解锁特殊奖励。危险感知对即将到来的致命威胁有微弱的直觉预警。S+，每平衡的奖励果然丰厚，危险感知很实用的45层了，进度快了一半。S+，又是最高评分。感知危险，这能力太实用了。45层了，许神，真努力！最后好惊险啊，差点就交代了。屠龙还在搞回问，许神真是沉得地气。下一个副本是什么？我已经开始期待了。看到了吗，老陈？
不仅仅是规则洞察力，这是超越常理的因果直觉。他在没有任何前置信息的情况下，仅凭2次根据行为模式逆向推演，他在面对关键抉择时，尤其是初次遭遇未知规则时，其最终选择的正确率高得不可思议，仿佛他能提前排除掉致命的错误选项。您的意思是，他可能拥有某种形式的预知或者时间层面的能力，很可能是一种极高阶的我们无法理解的信息感知或者概率操控。这已经超出了目前我们对天赋的定义范畴。更重要的是他的成长速度，每一个副本他的评价都在提升，对规则的理解和运用方式愈发匪夷所思。烛龙的初步接触请求，他尚未回应，这很正常，这类存在必然谨慎。但是我们不能再被动等待了。您认为他不是普通的玩家，老陈，他是钥匙，是可能打破神猎降临以来人类被动局面的唯一希望。我们必须调整策略，从观察与评估转为全力支持与引导。下一个副本深渊回响是公认的死亡副本，至今无人通关，不然区域持续扩大。如果他能通关，那么他将不再是烛龙计划的重点观察对象，而是救世主计划的唯一核心。环境，声音是关键，那个嗡鸣声有精神干扰效果。新副本来了，这次场景好诡异啊，像是地下洞穴，还是废弃矿坑，气氛好压抑，感觉比医院还可怕。许仙，加油！你对的，还是只能让他显形，声音会吸引他，或者制造回音会惊动他。开始出现，这个地方竟有全方位的介入。回声有问题，他们指那些阴影光是异形暗之源，最终目标是找到心脏并阻止的，是那个发出嗡鸣声的源头。数量太多了，一旦被大规模惊动，几乎没有生路，必须更安静、更小心的移动。光不能长时间开启，会吸引注意，但又需要它来警惕阴影和辨认能力。平衡点很难掌握，还有那个心脏，骤然加强的嗡鸣源头。似乎来自流动的更深，是偏左下的方向。那就是深渊回响的心脏，那就是目标。此刻
可能接近，也是摧毁了。纯粹的光，绝对静谧，反向共鸣时频率信息量，但依然模糊静谧。反向共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制造出与核心发出嗡鸣声完全相反的声音？原来如此，晶体的旋转和波动并非完全均匀，它有着细微的周期性的变化。我需要接近，需要找到所谓的共鸣时，需要解读出那个能引发过载的正确频率。不行，稍有动静就会惊动他们，数量太多了，一旦被锁定，逃跑的机会都没了。绝对光或者绝对静默的方法，或者先找到共鸣石。我记得笔记本提到，共鸣石散落在洞穴各处。竟然能感觉到一种轻微的、有规律的震动，与远处核心的嗡鸣隐隐呼应。共鸣石找到了，它有微弱的静默效果，但是范围太小了，难怪是单人副本。不同的频率在一起，能扩大静默领域，或者找到正确的组合，是不是制造出足够大的静默区，让我安全穿过阴影池？行吧，那我还是再死一次吧。共鸣石是关键，但不能定制，需要更稳妥的搜索保管方式。静默领域扩张到了半径10米左右，而且效果极强，连那低频的嗡鸣声都变得不清。注意，我看不到，只是稍微靠近一些，他们好反应。在接下来，就是说需要反向共鸣，然后再微弱的再回归，让。不好，直奔死而下车而已。错误频率制胜器材必须解读出核心的振动规律，找到那个反向的频率。必须尝试了，反向是个需要制造出这些叠加波形相对完全相反的振动，与共鸣石模拟。太难了，手动模拟复杂波形几乎不可能，需要一个仪器，记录并返回核心频率的仪器。声音无法发出那种频率的声音，光纤，对了，那个年纪相当纯血光频率记录反射和对比，就像显示
有效还不够。污染源无心新副本深渊回响通关，10秒后重启。真的炸了！我的天哪！用光反射引发共振，这思路太闪亮。许神这操作，物理学家看了都得沉默。他到底是怎么想到的？通关了，死亡副本被攻破了。救世主，他就是救世主。副本深渊回响通关成功，评价 TX。当前累计攀登层数75层。龙国境内对应污染区域哀嚎深渊已彻底净化，检测到玩家以独创性方式破解无解难题，解锁特殊奖励能量感应，可模糊感知周围环境的能量流动与异常节点。75层了，能量感应，很适合探索能力。还好深渊彻底净化，看来之前这个部分只是一指，现在才是根除。您有新的邮件，请查收。玩家许熙，恭喜你成功通关深渊回响。你的壮举为我们，为所有幸存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我们恳请你给予我们一个对话的机会，这不是命令，也不是交易，而是来自一个文明延续火种最诚挚的请求。我们掌握着关于神猎游戏起源、阶梯顶端以及现实稳定锚的部分情报，相信对你至关重要。游戏起源、阶梯顶端真相、现实稳定锚，是一个诱惑。我通过深渊回响，带来巨大震撼。救世主的名号似乎要坐实了。你爸是接触独自摸索，可以，如何对话？感谢你的信任，请放松精神，不要抵抗接下来的引导。我们将在你的玩家空间内建立一个临时的、绝对安全的意识交流通道。EX 超越完美，30层，一次30层，能量感应，神迹呀！啊，烛龙终于请动许神了，要和国家队对接了吗？好激动！历史性的一刻。许熙先生，请允许我代表烛龙以及所有因此受益的同胞，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深渊回响的攻破，其意义远超你的想象。我只是想活下去并登顶而已。说说你们知道的情报。爽快。那么长话短说，第一，关于神猎游戏起源，我们推测这并非恶意的侵略，更像是一种来自高维存在冷酷的筛选或测试，目的是在无数文明中筛选出能够适应乃至掌控某种规则本源的个体或文明。失败者其现实维度将被污染同化或崩溃。第二，阶梯顶端，我们相信那里存在的愿望并非无限，它可能是一次向高维存在提问的机会，也可能是获取某种钥匙，用于修复我们濒临崩溃的现实维度。第三，现实稳定锚，这是我们在某个遗迹中发现的古老概念。我们相信，在龙国境内，甚至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节点或者器物，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神猎游戏带来的现实扭曲和污染。找到并激活它们，是延缓现实崩溃的关键。而你的能力，或许是目前唯一能精准定位并安全接触这些锚点的希望。所以你们想与我合作，我帮你们寻找现实稳定锚，稳定现实。
你们提供关于副本、游戏机制以及锚点位置的一切已知情报，助我更快登顶。正是如此，这是双赢。我们可以立刻向你开放部分非核心数据库，包括已探明的一些低难度副本的隐藏规则，以及几个疑似锚点的坐标，作为诚意。情报分子，尤其是一些关于副本的隐藏机制，合作我同意合作，但我有几个条件：一，我保持绝对自主，不接受任何命令；二，情报共享需对等，我不希望有所隐瞒；三，在现实中，我需要一个安全的身份和必要的支持。完全同意，你的条件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合作模式。关于现实中的安排，我们已经准备好。当你下次返回现实时，会有人与你对接。那么，合作愉快，许西先生。上游部取证，请司观察，有识别验证下种种情报和伪虚。合作达成了，旭神有了国家队支持，如虎添翼。现实稳定锚，听起来就好重要。下一个副本是雨莲，期待。旭神加油！为了现实世界。探索雨林，寻找并激活远古祭坛。警告：林中存在精神幻影与空间扭曲。先传毛前进。还有坏的该回避那是这个地方。还有小剧场，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虚神刚出老窝，又入虎穴。能量感应能看穿他们吗？加油啊，许神！现实稳定锚已激活，区域现实稳定性提升。副本《迷失雨林》通关，评价计算中。赢了，太惨烈了！虚神太拼了，以伤换命。现实稳定锚激活了，我们的世界有救了！看得我热泪盈眶。救世主，当之无愧。副本《迷失雨林》通关成功，评价 S， 攀登层数10层。
当前累计攀登层数85层。龙国境内西南边境区域现实稳定性显著提升，污染扩散速率降低5%。检测到玩家成功激活现实稳定锚，对世界线产生正面影响，解锁特殊奖励世界眷顾，运气小幅提升。在现实世界及部分相关副本中，更容易获得有利因素。85层啊，世界眷顾、运气、玄学的东西出来了。不过能经过稳定后，也要现实崩溃，总归是好事。巨蜥先生，成功了！西南区域的监测数据发生了显著好转，现实稳定锚的效果确认。你做到了我们数年来从未能做到的事情，请允许我再次代表。下一个锚点坐标以及对应副本资料。明白，资料已传输。第2个疑似锚点位于北部雪山山脉，对应副本风雪神庙。资料显示，该副本环境极端，存在物理环境扭曲及心智冰冻效应，请务必小心。另外，基于你此次的卓越贡献，以及对现实稳定的不可替代性，烛龙及其背后的力量经过最高决议，正式将你的保密等级提升至最高级，代号盘古。你将享有龙国最高级别的资源倾斜和保护。当你需要返回现实休整时，一切均已安排妥当。盘古开天辟地嘛，压力真是不小啊。不过资源和支持我确实需要。知道了，我会继续。先返回现实一次啊，一方面稍作休整，另一方面你去看看如龙为我准备了怎样的安全身份和必要支持。哇！欢迎回来，许西同志，或者说韩府。陈将军，客套话不多说，这里是最高级别的安全屋，绝对安全。这位是林威，你的专属联络员兼助理，精通格斗、情报分析以及各类后勤保障，完全值得信。在现实中，你的一切需求都可以通过他来满足。许先生您好，林威向您报道。你好，我知道你时间宝贵，需要休整和准备下一个目标。这里有一些基础物资和关于风雪神庙的初步分析报告，你可以先看看，有任何其他需要尽管提。谢谢，我确实需要了解更详细的情报，尤其是心智冰冻效应的具体表现和应对案例。这正是难点所在。风雪神庙副本探索度极低，幸存者带回的信息支离破碎，只知道那里的低温并非单纯的物理现象，而是一种能直接冻结思维、湮灭意志的规则性力量。常规的保暖措施效果甚微，我们推测可能需要某种精神抗性或者内心炙热的信念才能抵御，但这只是猜测。我明白了，我需要安静研究一下资料。当然，我们就不打扰了。林威会在门外待命。许西同志，现实世界的天平正在因你而倾斜。天智冰冻，直接攻击精神，我的回答能力可以试错，但每次死亡带来的精神创伤却是实打实的，必须尽可能减少死亡次数。需要找到是一场戏在这里，风雪生命的征程会不会是某种规律或者目标？我需要进入下一个副本，现实中如有异常，按预案处理。是，许先生，请一切小心。穿越暴风雪，抵达山巅神庙。警告：失温与心智迷失为主要威胁。
心之冻结，听起来就很可怕。吸收毫无变化，心智得有多强啊！终是，果然是关键。雪神的听力绝了呀，能在风雪里边分辨出来。你命什么？后来，当你心中穿越证明你意志人间，但对得神庙认可。我看见忘却你过往的执念，方就你的地。摒弃内功，做就做了，我还是我，当心之冻结有什么区别？是问题。那些温暖的机会确实问题，尤其是测验里那个，你敢去安慰着我？你选择了铭记而非忘却，对。第二，记住在绝对的静默中，直面你内心的冲突。我真的能拯救什么？一次次死亡回荡的意义何在？是不是最终还是会失败？绝望。我的耶稣，体验悲情，心和最大的执法，以和温柔，确实存在世界最好。你内心造的坐上王座，承受神明之福，若保持本我不散，便可获得冰心诀。3重试炼都是针对心灵的，雪神扛住了，靠的是自己的精力和信念。好感动啊！应说不做，听起来就很危险。冰心诀是技能吗？坐上王座，保持本我不散，这几乎是要求你意志，直接对抗对自己的好。我的回答可以让人但每次失败都有可能对这个人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危险感真被启动了，是对王座本身的好，还是对王座背后最关键，或者说是藏在这里。不是说王座因何，是成功并解决。你只要放弃，容忍。感受到这块冰晶正在不断吸收做成王座试炼中的精神力量，将其范围维持某种封印或者扭曲神庙本身的力量。好，所谓的冰心诀。或许根本不是通过坐上王座，是摧毁这个寄生节点。可是如何摧毁呢？物理攻击，逼生抛物下能量干扰，可我又没有类似的能力。量感世界眷顾，自身的精神意志。冰心诀被动，大幅提升对极光环境，尤其是寒冷与精神冻结类的耐受力，保持心智清明，精神防御力显著增强。寄生之寒已除，神庙恢复清明。后来者，你不仅通过了试炼，更净化了神庙的污秽。冰心诀于你实至名归，愿此诀助你在未来的冰霜与黑暗中持守本心。副本：风雪神庙通关，评价计算中。我操！隐藏陷阱！雪神这洞察力太绝了，危险感知立大功。哇，精神对抗太险了！世界眷顾发力了，天助自助者！冰心诀，神技啊！以后不怕精神攻击了。
盘古的表现一次次超出我们的预期，深渊回响的攻破可以归因于智慧与勇气。现实稳定锚的激活是能力与责任的体现，而这次风雪神庙它展现出是洞察本质的敏锐，以及一种正在成长的与世界共鸣的视野。没错，首长。数据分析显示，在许西进化那块异常冰晶的关键时刻，西南边境已激活的现实稳定锚产生了极其微弱的能量涟漪，与许西的精神波动产生了跨维度的呼应，这证实了我们的猜想。它对现实的正面影响会反过来加持它自身，这就是世界眷顾的实质。谁能想到啊，一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长到如此地步？你现在的高度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能理解。所以，我们的策略必须更加清晰，倾尽所有资源，为他扫尽一切障碍，提供一切所需。不是我们的武器，它是唯一的方舟，是照亮人类文明前路的黎明之光。意见一致，那么我正式宣布，黎明之光计划启动。许西代号盘古为该计划唯一核心，举国之力，确保其顺利成长，直至登顶神列阶梯。所有相关部门无条件配合。是。被技能强化哪个呢？能量感应，危险感知，救个命。世界眷顾很玄学，但关键时刻很有用。冰心诀刚刚获得，选择强化能量感应这个能力。或许在探索和发现隐藏线索方面作用巨大。黎明之光真是越来越正经不过资源和支持确实是实打实。下一个目标，按照烛龙的建议去探索那个与时间相关的副本。时之沙漏，登顶之路漫长，而现实世界的路以死亡的加速，需更快更强，100层。技能强化，许神选择了能量感应，黎明之光，盘古。100层强者，时之沙漏，时间副本，越来越刺激了。在时空乱流中找到时之沙漏的核心，稳定此方时空。警告：时间悖论与时空陷阱极度危险。时间副本，沙漏核心不能乱走，时间流速区域是陷阱，必须要找到规律。时间的变化一定有着某种内在的规律。找到了，那些沙粒光晕围绕着几个节点，在进行着周期性的波动，其中有一个节点散发出的波动最为稳定、强大，那应该就是时之沙漏的核心所在。找到了目标，但如何过去？通往核心的路径必定遍布着更加复杂和危险的时间陷阱，需要一次，或者说可能需要很多次勇敢的试错。这副本太抽象了，时间加速，时间静止，太恐怖了。雪神在计算时间规律，这也能算？找到核心了，但是路好难啊。还有时间倒流和裂隙，变量更多了，必须更谨慎。循环会突变，不能完全依赖固定的节奏，需要抓住那种律动的本质。拿到时之沙了，还有最后考验。失败者的局面吗？全场暴动，怎么办？
十之沙漏核心无稳定。测到玩家错过引入时间法则剧本，解锁特殊奖励时间感知初级和小幅预判短暂未来的危险时间，低于心理信息，对时间类效果抗性提升。抓住了，十之沙撒出去了，平衡了时空。时间感知，预判未来，神迹中的神迹啊！血神现在越来越像 GM 了。黎明之光正在照亮前路。在虚无中保持自我，找到低语原点并将其禁落。警告：认知污染不可逆。认知离现实流动之间，必须守住。不是神，不是神。认知攻击，这是防身法，明显觉知能防护，无法反击。必须找到低语原点，但在这里虚空中如何寻找？时间感知。虽然这里时间感模糊，但预判危险的本质或许可以应用于此。预判低语的流向。如何进入？物理攻击无效，能量攻击没有这种能力。如何入？物理攻击无效，能量攻击我没有这种能力。或许我需要一种秩序的力量去中和这一次次破解问题，并现实攀登阶梯的建议。正是一种对抗混乱、建立秩序的意志。低语原点进入副本通关，检测到玩家掌握高阶精神对抗技巧，解锁特殊奖励，精神壁垒被动大幅提升对精神污染、认知扭曲类攻击的永久抗性。副本虚空低语通关成功。攀登层数25层，光线面积攀登层数125层，全球范围内特定频段精神污染指数下降0.5%。检测到玩家精神力量产生质变，解锁特殊权限，有限召唤，可消耗大量精神力，将一件已获得的非生物体与当前副本存在一定关联的物体临时召唤至副本中协助，冷却时间极长。125层，先召唤这能力有点意思。关键时刻或许精神污染全球下降，我的行动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下一个推荐副本是机械废都，一个以物理规则和机械造物为主，但内核涉及失控逻辑和钢铁瘟疫的副本。情报显示，那里可能存在着第二个现实文明。检测到玩家许熙累计攀登层数超过120层，精神维度达到临界值，潜力评估。现发布特殊唯一任务“溯源之旅”。任务说明：进入神猎游戏底层数据碎片构成的特殊空间原初回廊，追溯游戏部分本源信息。该任务极度危险，失败可能导致存在死亡。成功奖励未知，与游戏核心秘密相关，是否接受？提示：此任务为强制性进阶任务，拒绝将永久关闭更高层阶梯攀登权限。强制性进阶任务，原初回廊，游戏本源。终于接触到更深层次的东西了，危险着，存在性更高，听起来比死亡更彻底。接受。任务通关，回廊不被8、7、3、2。125层，有限召唤新能力，特殊会议任务来了！溯源之旅，游戏本源，我操！许神毫不犹豫就接了。原初回廊，听明白，这逼格满满。在回廊中前行，收集至少3块核心数据碎片，抵达回廊尽头。警告：警惕数据乱流与清理程序。数据事件，核心碎片，清理程序。
好险！在这里，时间感知似乎更能清晰地预判这些基于逻辑和程序产生的危险。这就是核心数据碎片之一。摇篮协议片段检测到文明发展倾向，启动筛选程序，以愿望为诱饵，构建阶梯模型，失败品转化为维持系统运行的资粮。资粮，失败玩家会被转化为维持游戏运行的能量。现实渗透记录，游戏维度与现实维度耦合度持续加深，发展为耦合副作用。稳定锚与人生宇宙自我防御机制。异常个体报告编号734位面，玩家许昕，数据无法完全解析，行为模式偏离预测，疑似携带高位格信息找根源，威胁等级评估提升中。早就被游戏系统本身注意，而且被标记为异常个体和威胁。检测到未授权高阶信息访问，触发清理程序，提取目标异常个体。最终的阻碍来了。系统直接抹杀程序。数据事件，逼格太高了吧？资粮，玩家是养料？不，现实渗透，稳定锚是免疫力。许身被系统标记了。清理程序，终极 BOSS 来了！竟然完全无法抗衡，这攻击蕴含的规则层面的力量超越了我目前能应对的极限。逃！必须逃到回廊尽头，那里是任务目标，或许有一线生机。因果律补节，预判我的预判，这怎么打？闪避极难，必须规则。某种缺陷。就是那里。召唤神之沙漏的神之沙！已抵达原初回廊尽头，创始之厅外围，任务更新，接触起源信息聚合体，获取任务奖励。起源信息聚合体，这就是游戏的具象化。原来职业游戏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存在于维度之间的筛选机制，筛选出能够适应规则本源的个体，淘汰失败者，以失败者前面设计这个限定加固现实与游戏维度的隔离墙，防止某个更加恐怖的外部威胁通过现实维度这个薄弱点渗透进来。所谓的污染是隔离墙不完善导致的泄漏，所谓的愿望是吸引足够多样本参与筛选的诱饵，所谓的阶梯是筛选强度和难度的量化表现。现实不同，现实维度原生宇宙亦是为了自保，对抗隔离墙泄漏和外部威胁而本能生成的补丁。游戏的最终目的并非毁灭，而是以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保护现实维度免受更加可怕的侵害，同时筛选出可能的救世主，去应对那最终的外部危险。而我自己，我的回档能力，在这些本源信息中被标记为一种极其罕见的设计巨波时间线回溯与信息备份的先天规则亲和现象，是游戏机制也无法完全解析的变数，因此被评估为极高潜力与极高危险。特殊唯一任务：复原之路。奖励发放：1，权限提升
解锁部分高级系统试制访问权，需消耗积分或特殊道具。2、信息灌注，获得关于外部威胁的基础认知。3、特殊情况，变数观察者，小幅提升世界背景信息的洞察力，小幅降低。特殊任务：溯源之旅，评价 EX， 攀登层数5。特殊任务：当前累计攀登层数125层，奖励已发放，全球维度稳定性系数恢复提升。知晓真相本身只能提升稳定性，是因为我成为了一个更明确的变数，搅动了命运的水池吗？徐熙先生，刚刚我们监测到全国范围内的某种背景压力，似乎减轻了微不可察的意思。虽然无法确定原因，但直觉告诉我们，这一定与你刚刚完成的特殊任务有关。你是否接触到了？我知晓了一部分真相。神猎游戏并非单纯的灾难，而是一道残酷的防线。我们面对的是防线之外的敌人。原来如此，我们明白了黎明之光计划的意义更加重大了。徐熙先生，请务必小心前行。果然看到了一些隐藏信息。该副本的钢铁瘟疫本质是一种逻辑病毒，其核心与某个失效的现实稳定锚有关。激活新的锚点，不仅能稳定区域，还能清除病毒。这就是钢铁瘟疫，一种使无机物产生混乱逻辑的变异规则病毒。定位并激活，位于城市中心创世塔顶端的现实稳定锚。警告：警惕活化机械与逻辑陷阱。既然钢铁瘟疫是逻辑病毒，或许需要做逻辑层面的事。这些活化机械需要有秩序去除技能的混合核心。逻辑塔大逻辑，操作！许神现在像个行走的编译器。创世塔最终目标大门怎么开啊？又是一个谜题。不能强行突破，也不能用常规逻辑解锁，必须找到那个被篡改前的正确的钥匙。关于现实稳定锚是宇宙的补丁，那么这扇门最初的验证逻辑是否与秩序、稳定？净化瘟疫能量，激活稳定。其超载，也就是说，其承受了超出其处理极限的混乱信息。净化是必须要分享逻辑性或者是法。对，精神力这个是手段净化，对抗混乱信息。现实稳定锚已激活，区域现实稳定性大幅提升，钢铁瘟疫已清除，副本通关。稳定锚激活，又一个区域得救了。当前累计攀登层数900层，达成里程碑成就，解锁特殊状态，法则亲和初级，小幅提升对世间基础规则、物质、能量、空间、时间等的理解与应用效率。警告：900层以上副本失败惩罚加剧，存在永久性损伤风险。900层了，法则亲和终于开始接触最核心的力量，剩下的99层恐怕每一步都是生死的。900层，徐熙先生，你再次创造了奇迹。根据我们破译的古老预言，登上900层者已被视为晋神者或纪元之子。但是最高层监测显示，现实维度的背景压力非但没有因你的成长而持续减轻，近期反而出现了不正常的波动和加剧迹象。
那个外部威胁的渗透可能正在加速。我明白了，我会尽快登顶。现实世界传来的求救信号越来越急促，那股外部威胁的压迫感，即使在这高维度的法则秘境中，我也能感知到，必须更快。最开始，我只是想活下去，后来想弄清真相，再后来想守护那些我在意的人和世界。现在，攀登者许熙，如已行至终点门前，如需明悟最终之问。如登顶，所求为何？绝对自我，获取超越一切的力量，成为唯一至高存在，超脱所有维度和危机，永恒自在。完美重启，逆转时间，抹除神猎游戏及其带来的一切影响，让现实回归最初的原点。但所有因游戏而生的记忆与成长都将消失，根源权限，获取神猎游戏及现实稳定锚系统的最高管理权限，成为规则的维护者与执行者。直面并尝试解决外部威胁，此选择将决定汝之终局，亦将影响无尽维度之命运。慎重。绝对自我的永生，完美重启的安宁，根源权限的责任。我一路攀登，不正是为了获得改变一切的力量吗？我选择根源权限。告知玩家许熙已登顶，此刻正式成为神猎游戏的管理者，现实维度的守护者。太强了！这虚无吞噬者的力量远超想象，即便获得了根源权限，证明抗衡依然极其吃力。必须利用规则。可恶，不行，回答不能使用，我得冷静。知道了，在这片绝对的虚无中，存在着一个极其隐晦的维系其存在的核心辩论点。这是虚无，试图证明存在无意义，而自身却必须存在才能进行证明的逻辑死结，那就是他的弱点。废除资粮转化机制，失败玩家不再被转化为能量，而是会被安全传送回现实，并抹除相关记忆，保留潜意识成长，仅扣除部分积分作为能量消耗。调整副本难度与奖励，降低前期副本死亡率，增加引导性和教学性内容，使游戏更像一个真正的筛选和锻炼机制，而非残酷的屠宰场。开放部分权限，允许烛龙等官方组织在监管下有限度地接入游戏系统，用于培养更多应对未来危机的人才。全球范围内持续数年的异常现象，及神猎游戏相关报道急剧减少。专家称，世界正步入新的稳定纪元。我国发起的黎明人才计划取得显著进展，一批具有特殊素质的人才脱颖而出。
一切安好，盘古不，许西先生，新的秩序已经建立，孩子们正在成长，我们会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阶梯的顶端并非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愿望并非用来满足私欲，而是为了承载更重的责任。我登顶了，但我选择留在这里，留在每一个需要守护的世界，前进的脚步上。也许未来还会有挑战，也许虚无并未远去，但只要希望尚存，守护的意志不变，光明终将长存。我的故事或许告一段落，但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